嗨，大家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视频。今天我和我的朋友结尾聊了一场关于创意写作的天儿。他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取得了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学位，所以今天他将跟大家分享一些他对于英国创意写作专业在课程设置、课后练习、教师资源、学生水平等方面的看法。同时呢，我们还会讨论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说作家到底可不可以被培养，写作到底能不能教。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啦。大家好，我是李杰伟，然后我从兰卡斯特大学的创意写作方向毕业的。学了哪些课程呀？就你们的课程是什么样子的？ OK，然后第一门就是跟你们一样的课程，就是 Fusions，因为它本身从课程设置的角度上来讲，它就是讲不同文体之间的一种融合嘛。所以说，创意写作跟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的都可以选。有一个 Personal Essay，有一个 Radio Drama，两门诗歌课，一门小说课，一个学期两门课。就是说你们在学的时候是学怎么样去创作这种东西吗？哦，其实老师呢他不会手把手教你，比如他不会教你说诗歌应该怎么写，他是给你很大的一个创作的自由空间。比如说你想写任何东西，就比如说你就只写类似于两个字，然后你非说这是一首诗，只要你能自圆其说，你能让老师你能说服他，他觉得 OK 那也行，他不会说诗就应该要怎么写。但是其中就是共性的东西他会给你讲，比如说你不能写的太过于晦涩，你一定要就是哪怕你表面上看着晦涩，你也要给读者一些线索。他说的是 meet the readers halfway and give them the stepping stones， 就是很喜欢说这句话，就是不停重复的说这句话。他可能就是一个学期讲到的就是像你说的技巧方面的东西，可能就这一个东西了，其他的就是大家写的都不尽相同。然后他也有个人喜好，他也会说，但是他不会批评你说，比如说你喜欢，比如说我们班上的那个中国女生，她比较喜欢古典的，因为我们写诗嘛，就是我们学的像中国都是古诗很多，就是有这样的传统一个观念，觉得说诗就是要这样，这样就是一种能体现出诗性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他们来说的话，就觉得说，你这个真的是太古旧了，他会说 archaic， 就是不行，你这个不行。但是如果你始终你要坚持这样写的话，也不是不行。也就是说，你是为了自己而写，但是你不是为了市场而写。像我第一门课的老师，他会就当下的出版的角度，他会这样去给你说，因为他自己就是很多诗歌杂志、文学杂志的这个编辑嘛，对，然后他也知道就是在这个市场上需要大家就是刊登的基本上都是哪一类型的，所以他会这样给你讲。这是第一门，就是第一学期的那个诗歌课的老师是 Owen Walls， 然后他自己也是发表了很多诗集的，是个爱尔兰的诗人，对，挺可爱的，很厉害，但是他不喜欢我。怎么会？这个可以说吗？对，他不喜欢我的，因为我觉得我第一学期，我觉得做的很不好的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 stepping stones， 而且我在建造自己的就是身为自己的一个特色，比如说你从一个外语系的只是第二个语言去创作的这样一个身份，还有我的自己特殊的文化角度出发去写的东西，可能给他们的线索确实太少了，对。就是别人不知道你想表达这个，而且当时上课，因为我们上课的模式是你这个星期你要把你的诗拿来，然后学生就是同学跟老师在课前都已经读过了，然后就会一个一个给你意见。然后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对于我来说就是老师觉得我的诗是需要我自己亲口去解释的，但是他说诗千万不能这样，包括任何的文学作品，你不能问读者你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读者给你解释了，然后说原来你是这个意思，而是要让读者自己看，他自己能看出来。哪怕看出来的他可能不是你当时想写的那个意思，但至少他能得出来一些东西，并且他能就是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make sense， 就是自己能说服自己，对，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我第一学期特别欠缺这个，所以他给我的分数一也不高，二我觉得他对我的整体评价也不是很那个什么，对，所以我说他不喜欢我。就当然也不是说，对，他不是说不喜欢我这个人，对，他只是觉得说我这个是有问题的，对，而且并且问题提出来了，我每次都没有去解决，因为我其实当时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的，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你能感觉到他想批评，但是又批评不出口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更难受。其实，那你当时是相当于2周要写一首诗，还要写一个什么吗？
然后第2学期呢，我是选了一门诗歌课，选了一门小说课，所以我是1周提交小说，1周提交诗歌，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老师我当时其实选这门课的时候呢，怎么说呢，也不算是挑战自己吧，就是莫名其妙的去选了，就是觉得说，因为它是 approaching the novel， 它是 approaching， 我觉得 approach 是有点像小说入门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它这个 approach 的意思是去多元化的理解 novel 这个意思。其实他说什么 fiction non-fiction 你都可以写，都可以在这门课上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但是老师上课呢，他会给你讲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的那些写作手法，比如说他会让我们做一些人物描写人物啊，然后对话啦，这些场景啦什么，然后就是开头结尾这些训练有些时候是会有的。但是究竟你写的是哪一种，甚至像我最后写的东西，他说就是 prose， 而且是 poetic prose， 就是散文，而且是诗性散文。他就是说他最后给我定义的我写的东西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上课，我觉得他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像我们所谓的备课，就是我这个像他们上课的话，就是重点就是我们讲完以后他补充，他根据你讲的，他觉得你的这一点说的很好，那他就升华你这一点。如果你们学生都没有提出来，那我老师就提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看，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他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上回就是写一个人称的转换，从第3人称转成第1人称。他说你们要看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习惯性的就是，比如说我习惯性的就是拿第1人称写，很多人他是习惯性的就拿第3人称写，那他在有些时候是会造成的一种缺陷，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人的固定思维，他就是说你要跳出来，你看一看另外一种人称的话写出来是什么样的，所以就会有一个转人称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这个是当时一起完成的。然后大家把就是互相，就我写他的，我把他的转化，他把我的转化，就是这样。对，这就是当时的一个作业。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要让我每周写一点东西，然后拿出去给别人看，我觉得会压力很大，就是我会很担心别人去评价这样的心境啊。我没有，我从来没有担心别人会评价我的。我觉得包括大部分同学吧，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同学的，因为我想说的就是学这门课的一个初衷，有大概比如说25%，其实还是挺大一部分人的。说实话，都是6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都是老爷爷老奶奶来学。他们学的这个初衷呢，其实就是觉得说我这辈子就是工作已经完成了，退休了，那我现在去来追逐年轻的梦想，或者我一直都有这个写作的梦想，那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比如说你线下的，比如说一些也不是说不专业的吧，就是比如说你去咖啡厅里面也有那种写作小组，但是那样你听来的跟你在学校里面这种从老师这里学，因为老师都是发表过很多小说或者诗歌集的人，都是作家，都是被认可的作家，包括你的同学，我的同学大部分其实也都是在期刊上啊，在杂志上啊，都是发表过文章的。你听这些人说又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人是来听取意见啊，他希望能听到批评，或者是希望觉得说我说啊，你这里我觉得你怎么样，他很在乎你的意见的。所以我当时压力的来源不是来源于我很怕别人说我不好。我觉得我压力的来源啊，然后也不是来源于我写不出来，因为我其实当时还是挺能写的。就第1学期呢，那个老师因为他不喜欢我，他很少夸我，但是我已经过了我那个什么博取别人的那种认可的那个心理的那个阶段了，你知道吗？我就不是很在意，但是我会自己去想他为什么这样说。然后到了第2个学期，我的压力来源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我是希望自己能写得很好很好很好。但是他们总夸我，我就弄得我很尴尬，每次都就是这样。然后我自己会去把自己的跟别人比较，然后去想说我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然后我自己的劣势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你肯定也经历过这一段，就是觉得自己英语学了这么多年，然后但是你不是英语专业的啊，你是汉语语言文学。对，我跟你讲，我是因为英语就是从小到大都学，我本科也是然后在国内的研究生我也是英语，但是去了那边以后，我第一次上出租车，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是口音啦，还有当地的习惯用法啦，对，因为他说 bus stop， 我真的不知道 bus stop 是什么东西了。我觉得反应了很半天。不管是你是第2外语的习得者，不管你是用外语在写还是用母语来写，你这个都写得很好。我是很想让他听到说这句话，而到最后其实也还好吧，也还好，可能自己心里也平衡了，就还好了，就没有太在意这种东西了。我第1学期不是跟你一起上那个 Fusions 那个课吗？
刚到也不知道该怎么写英语的论文，然后当时交那个作业嘛，那门课的作业，然后John最后就给了我55分，然后完了之后就去跟他聊，就是他的那个 feedback。然后他就说不能说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就是说你不是英语母语，你来这里学习，我就会降低我们学院就是对学生的要求。但我觉得那个很有道理，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文化背景的，就是你来到这里，你用英语跟大家一起完成作业，一起接受考试，都是一样的。你这个话要早跟我说，我早就有信心了，好吧？你要早跟我说，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他是把我一视同仁了。因为当时其实我内心是有一个很不安的一个那种不自信的声音，是在告诉我说，他鼓励我，其实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然后后来我一直觉得说，他们可能是对我有一些照顾或者怎么样的，或者鼓励啦，怎么样。结果在分数上又体现出来，他们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对自己一下就是信心还是挺大的。对，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声音的。对，现在是觉得无所谓了。其实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吧，它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东西。如果你看过 Shay 他写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被他吓到。你就是你可能会想象不到说这么样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一个日系的小小的女孩子，她写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真的很可怕。写什么？就是 teenager prostitution 这种东西小说，对，她很能写。他超能写，对，而且其实重点我觉得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重点就是在思考。想象力说是什么想象力好像能天马行空，但其实也是一个思考的一个结果，重点是得去思考，就是要有时间让自己在脑海中发酵一些东西出来。对，国外就是英国创意写作专业，它的那个产出学生的质量，学生的毕业质量，你会怎么样去评价？我觉得首先他们没有一个标准去衡量你究竟是否是好，很难说一个质量问题。但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说，我是觉得他们的水平都很高，并且90%的人都是发表过文章的，发表过诗歌，在诗歌杂志上有过自己的留下了名字的人，对，所以都是很厉害的。就我这么一说，我真的很勇敢，一点都没在怕的。对，我发现就是班上从兰卡本科上来的同学其实都很厉害，真的很厉害。OK，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自己是一个中文母语的人，会觉得其实会有一些优势？我觉得这个跟中文母语没有太大关系，跟我的中国文化有倒是扯上了很大关系。因为首先你从主题上来讲，你写中国文化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语言角度上来讲，倒是有些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我可能会故意用一些比较看似中式一点的表达，因为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嘛。他们会觉得说，哦，天哪，你这个真的写的太绝了，太棒了，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夸了。对对，感觉就是写作的时候，读者会喜欢看一个新颖感，然后当你是双语对，你就对，其实是一个优势。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包括老师也一直在跟我们讲说，其实不是说母语你一定要把英语写的多标准或者怎么样才是对的，你要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色的，并且你能独成一派。你不能说特色你就瞎特色，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大家都不懂。对，你要让大家喜欢，别人喜欢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当时那一学期有学那个日裔的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嘛，他当时是东英吉利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毕业的。我不确定日语是不是他的母语，但是就是在他的文风里面，大家就会说他的文风就没有那么的 English 晦涩的英文词汇，但是反而就有一种很清新扑面的感觉。对，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很奇妙的东西。你有没有会觉得，就是我自己感觉好像就是国内和国外的出版行业是两种景象的感觉对，我这个你给我提了以后，我自己也是去想了一下，确实是没错。这个我觉得出版业吧，你肯定是要符合你市场的需求的。如果你市场大家都不喜欢去看，比如说你不喜欢文学作品的话，甚至你生产的大家崇拜的都是一些垃圾文学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大家趋之若鹜，也没有人静下心来读书。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发现我工作之余的话是很少时间能读书的，因为我还要回来做菜，做完菜以后吃完饭都10点了，那赶紧睡觉。哪有时间读书？他们的生活节奏能让他们说有时间，包括自己的习惯，在地铁上啊、闲暇之余啦，就捧一本书在那边看，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市场的。所以说，像这些作家才会层出不穷，文学才会能一直进步。所以出版社他们也不会愁，
也纸质书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我觉得从电子方面的带来的一种冲击，不像我们那出版社大家都去做教辅了，教辅材料了，因为教辅材料这个书是一定是最火的，也都是能卖钱的，肯定是从卖钱角度上来讲。我是到了蓝卡之后，我发现就真的市场的确是在，而且他们版权保护的很好。就书店里面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书，它还卖很多的周边，而且版权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确实是对，因为足够的尊重。对，所以说我觉得哪怕在英国，然后你去说我想去做一个作家的时候，大家会很认可你的想法。但是好像在这里，你说我想去做一个作家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好像你会混到没有饭吃。对，其实我觉得在英国，你要说当作家也不见得真的就能混口饭，但就是说出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别人不觉得说我混不着饭吃，我就是不开心了，就是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做的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也不是说对社会贡献有多大，文学能改变什么世界的，可能他只是很狭隘的，就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自己而创作，我觉得也行啊。就是他自己是像我说的作品，它就是一个思考过程，对吧？你不见得真的说你能改变多少人，你能影响多少人，但是然后我觉得国内也不是说就是没出路了，而是大家因为都是想的是社会环境嘛，也不是说这个就是错，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在积累物质财富的一个阶段，你评价一个人的幸福的标准，你评价一个人所谓正不正常，你才在正轨上，你肯定就是看他的物质积累多少物质价值，而不是去想他创造了多少文化或者精神上的价值。当然这不是错，就只是说在这一阶段，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的这个阶段，文学可能确实是没有出路的。我其实梦想我也是当作家，但是我上次跟我上司讲完以后，他就是那种嗤之以鼻，就是这种梦想也可以说出口的了，就有那种感觉。作家到底能不能培养？看你想成为什么吧。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说卖钱的作家的话，那你肯定要去了解当下的这些市场是需要什么东西，你也要去思考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些其实是需要一个老师去引导你的，还有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训练的。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啦，但你这样也不是也说白了也是在培养自己啊，对吧？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被培养，并不是说可不可以需要老师，你老师培养你也是培养，你自己培养你自己也是培养。所以这背后肯定是需要不停的摸索、思考、不停的训练，这是一定的。不可能有人天生就会写，总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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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什么什么十几岁他就能写出来什么什么样的。那些当然有天赋，你各个行业都有天赋的人，对吧？但是他写的东西呢，在那个情况下他肯定还是受限于自己当时的阅历。他比如说再过10年、再过20年，他看自己的，他肯定也觉得不好。也不是不好，肯定是也是觉得说是受很大限制的。比如说你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的，那你这进步的空间不就是培养的一个空间吗？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创意写作的它的一个，比如说我学英语，那我出来我要么就当老师，要么就翻译，或者就是跟所谓的职业所挂上钩了。对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它其实就是说白了，又是一个说回到刚刚的一个物质积累的方式。你学这个专业，你不是为了工作吗？那你工作，你想好工作，你要赚钱呀，这些都是挂上钩的。他会觉得说，那你既然你作家你都培养不出来，你出来以后你都不见得去当作家，那你干嘛要学这个？觉得说这个学科没有什么价值，并且对社会所谓的物质的积累的创造没有给予太多的贡献。确实也是对精神是提供了很大贡献的，对物质可能是稍微那什么些。但就是说提这个问题质疑的这些人的他的一个思维方式，说白了还是去想的一个所谓的出路，所谓的跟物质挂上关系的东西。但其实文学如果跟物质挂上关系的，那就玷污了。那可能有些人又会说了，说啊，那你不要钱吗？那你随便写，那我不吃饭的喽。比如说，就拿你们班上的同学来说，比如说我们去这个班上读，我们是20岁，然后完了之后，好像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意义就在于拿一个学位，然后去找工作，就可能很多人看来会是这样。但是如果他们听到说你班上有60多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在那儿学，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哎，你是有这个资格去做这样的一个消遣，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物质积累了，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物质积累它不是错的，去注重这个不是错的，因为好多人都说啊，这些大艺术家他们都是出生于很富裕的家庭啊，所以他才有这个精力让他去这样所谓的去造怎么说去折腾，这也没错。是啊，然后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究竟是不是要说工作跟我的这个所谓的业余爱好，但其实我的业余爱好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少了这个的话就惨了。我少了写作的话，我自己很多情绪是无法被消化的，很多想的东西也就想了就那么过了。但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会想很多的，只是大部分人没有重视起来自己所思考啊所想的这些东西，没有把它转化成一个记录下来，说白了就是记录下来。记录的好坏又是一回事，你记录的好了就是文学作品了，你记录的不好了，那也是对你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记录。所以这可以看作是你觉得就是对写作的一个意义吗？对，写作的意义，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情感的输出。因为我自己戏太多了，如果我不靠写作这个手段的话，我可能自己早憋死了。所以说，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说，在当代大家都在拼命制造物质财富的那么一个背景下，文学可能有它暂退于一旁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就是其实它对于你或者是如我一样，会是一个内心的一个诉求，一个需要，一个必需品。其实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个必需品，只是大部分人他没有意识到。而且我们所书写的，或者是我们去阅读的，我们所想的，也是跟这个时代所映照有关的东西。对。谢谢你跟我聊这么多，然后谢谢你，然后 have a good day. You too, bye.